勇士们，想恢复自由吗？欢迎踏上勇者之路。规则很简单，穿过这座桥，走到对面大楼的人，奖金100万。各位，加油！啊！他想让我们死在这儿！不，这不可能！他想要我们的命！我要回去，放我回去！有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！难道你们还想像畜生一样没有尊严的活着吗？够了！老子早就受够了无休止的催债，我要钱！干就干，一起上！金川，快！这里你最聪明，快说办法！对，一定有办法！听我说，等下你们跟我一样，在斜街画好线，只要我们过得手，保持让这条线对准铁板，中间缝隙一定不会偏离。别动，听我说，就算真的下雨，也比刮风强。坚持一下，很快就能过去。呵呵。求你别下雨，千万别下雨！别下雨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景川，我撑不住了。看在我们一起干活这么久的份上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他妈的，什么时候了？别再说这种狗屁丧气话！过了桥，地板结实我也给你办。别再动了，只要慢走过去，我就能翻身。我不能再回到暗无天日的日子。我要尊严，我要看着这群畜生跪在我面前忏悔。再让我发现谁偷懒儿，这个月钱扣1半，快点给老子干活！再过1年，不到1年，我就能出去。给我听好了，在这好好干活，这债务就能抵消。不听话耍花招的，一辈子都别想上去。哎，今晚上都早点睡，明天大老板要挑几个人去上面，都机灵点儿，好好干活。哎，吃饭吧，大少爷。你真以为靠你省的那几个钱能还清债务？这里面哪个不是赌鬼啊？要是真有这本事，也不会到这儿来了。刚发工资不买点吃的犒劳自己，王八蛋每天拿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给人吃。一罐啤酒30块，每月工资1500，还差1万。只要还上这些钱，就能省吃俭用，带着病干活，最后跟昨天那几个被抬出去的一样，死在这儿都没人知道。鱼过期了。
只要你们能完成上面的任务，明天就能离开这儿。你们几个跟我过来，还有你也跟我过来。我。杨哥，什么任务？别问。金川，替我看看我女儿，这些钱麻烦你替我给她。快走！能走就跟上。令人钦佩的表现，恭喜二位。我要兑换，把这些钱兑给我，怎么兑？按规矩破成这样兑不了。你明知道这是他辛苦存下的钱，你不认账，王八蛋！不过我现在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两个选择：一，现在拿你的钱走人；二，赌一场，赢了钱给你，输了你们两个都给我回地下挖矿。好，我答应你的条件。放心，我相信你，你是赌神，一定不会输给这种家伙。是谁告诉你要跟你赌的人是他的？金川，外面都说你是赌神，虽然你的确赢过不少次，不过我一直不相信，有我在一天，赌神的称号就该是我的，除非你赢了我。混蛋！你这畜生！如果不是你做局陷害我跟金川，我们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。好，我跟你赌，玩什么？双方各拿5张卡，一边是一张皇帝和4张平民，一边是一张奴隶和4个平民。拿奴隶卡的一方首先出牌，平民对平民是平局，平民可以吃掉奴隶，皇帝牌吃平民，奴隶因为压迫可以吃掉皇帝。照这么说，这场赌局手拿皇帝牌组的肯定是优势，只要躲过唯一的一张奴隶牌，就能赢。皇帝牌赢的概率7成。既然你是赌神，我就要这副牌。王八蛋，不公平！你明知道谁拿皇帝牌谁就能赢，无耻！好，我接受。金川，这规则……南哥，我知道，相信我。一样又是平局。他手里还剩1张皇帝，2张平民。接下来我赢的概率是1/3，不能再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嘘啊，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赌神，像你这种奴隶就该待在地下干一辈子苦力。金川，这么快就输了？把他们俩带下去，让他们永远留在地下当奴隶。等一下，我以为号称赌神的你能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，真让人失望。我再给你一次翻盘的机会，赢了结果不变，输了他去地下当奴隶。凭什么？我刚才已经赢了他。接受，玩，我们玩。再来，不管再来多少次，一样的赢你。我怕告诉你，我在你身边看你赌牌这么久，我发现你有个不好的习惯，恐怕你自己也不知道。每次你到关键的时候，右手都会下意识的转动戒指，
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。站在我身边这么久，原来平时这么细节的动作都能被记下来。下一局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还给我。哎，金川，你没事吧？原来如此，我竟然会被这种小孩子的把戏骗。我果然是个白痴，怪不得我的人生总是失败。不是这样，你现在这么做不是为了证明我们了不起，而是要告诉所有人，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。对，兄弟情深啊，真是感人呐！别废话，到底赌不赌？不好意思，我头晕。这张牌就有血字，奴隶牌的概率是1/2，不能冒险，我要赢。哼，赢定了，带血牌是奴隶。对，他故意弄血，不管，带血牌肯定是奴隶，他想迷惑我。哈哈哈哈，真不好意思，你的诡计被我看穿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我让你看到换牌，你这老狐狸怎么会心甘情愿的出皇帝牌？牌局摸戒指也是引你上钩。不愧是赌神，连我都算进去了。那么为什么确定我会给第2次机会？对啊，输了万一不给机会呢？因为坐着赌的都自信，包括你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赌神，把他带下去。混账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该死的！你呀，别什么事都往复杂的想。有了这钱以后，这就是咱们的天下。我总觉得这件事不会这么简单。嘘。嗯。游戏刚刚开始。这是玫瑰园，吃人的地方，快进去，看到红砖左转。我们应该在别墅的正下方。欢迎来到根性堂，箱子里有文件钥匙和一个女孩。24小时内送她到别墅赌，超时破产设备，她立刻死亡。快跑！铁门被卡住了。有人在看着我们，快撒钱！这是表演。
肉体已死，意识永生。数字化意识需要人类情感滋养，恐惧、绝望、求生欲。你们在高空桥和赌局的数据尤其美味，它们是情感电池，你们是完美的原型模板。杀死复制体，证明你们更优秀，或者淘汰。错误，生存意识干扰主脑。金川正一的权限芯片。弥赛亚意识传输开始，倒计时29分59秒。小船，周慕云背叛初衷，芯片启动弥赛亚协议，30分钟内强制所有意识回归肉体，要快！逆向意识传输开始。出来了，真他妈的！这里不安全，快走！真的，全是真的，100万啊！军官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拿到钱之后是怎么出来的？从那个大厅到这外面。我知道了，守卫带我们走的，2个黑衣人。对，然后呢？我们去了哪儿？怎么拿到箱子的？我中间有一段很模糊吗？头好疼，像被什么东西砸过。我也是，就记得最后那个策划者好像说了句“期待下次见面”。妈的，还有下次？不对，不是期待下次见面。那是什么？他说的是第1阶段结束，第2阶段即将开始。对，是阶段，这不是游戏，是实验。这他妈，我们什么时候按的手印？我根本不记得。墨迹是新的，不超过24小时，说明在我们记不清的那段时间里，有人让我们按了手印，给我们办了这些东西。操！他们给我们打了什么？南哥，你看看，不是普通镇静剂，否则我们现在应该昏睡不醒，或者头昏脑胀。但我们很清醒，只是丢失了特定时间段的记忆，这是精准的记忆干扰药物。看，他们放我们走，不是发善心，是要继续观察我们。观察我们？所以桥是真的，赌局是真的，死人也是真的，但后面那些实验室、周慕云、意识上传是假的，是给我们看的一场戏，为了测试我们在经历了真实的生死恐惧、同伴惨死、赢得巨款后，再被扔进一个更绝望、更荒诞的科幻绝境时会怎么反应？崩溃反抗，还是……那小雨呢？老伯的女儿？演员，或者根本不存在。所有关于他的信息都是剧本，老伯的托付也是设计好的。
所以从头到尾，我们都在一个巨大的实验场里。实验进入新阶段，他们给了我们钱，给了新身份，抹掉我们的记忆，放了追踪器。他们在等什么？等着2只从生死场爬出来的老鼠，拿着巨款和假身份，在真实世界里会活成什么样？配杀报复，还是真的能洗白重生？那这钱，我们要吗？要，当然了，这是我们拿命换的。桥上堵住对面的眼睛，掉下去的人都是。不过，具体怎么用，我说了算。他们想看老鼠仔在雷公里找奶酪，那我们就演2只特别会找，还差点把迷宫挖穿的老鼠。2位想要点什么？自己看。听说你这能配特殊钥匙？什么钥匙？开新门的钥匙，旧锁锈了，想换新的，不想备案。我这只卖旧货，我认识个开复印店的，手艺不错。复印件过不了验钞机，我要能过机的，原件。原件有是有，价格嘛，你要开什么门？梁山普通门，照片是本人名字，要干净，系统里能查得到。别拿一查就露馅的东西糊弄。得找老刘，他直接熟客或者有诚意的新客。那依你的意思，怎么算诚意？先交5万定金，成与不成都不退。我给您递话，成了全套40万现金，不要连好的旧钞。你也太黑了吧！先给我500块的，老刘的货用真人信息，只要你们俩不干大事儿，保底能用10年。怎么联系？3天后下午2点，市场后门第3个绿色垃圾桶旁，3轮车挂红袋子，放定金和联系方式，等我信儿。怎么信你？我在这12年，骗你5万我人也跑不了。我见过不少你们这样的。那3天后见。咱们真给他5万，万一他拿着钱消失，赌一次机会，输了就当买了个教训，赢了要立足之地。他们给的身份过于完美，我们不能用。那剩下的钱怎么办？10万日常用，20万等身份下来，去另一个区开间2手书店当掩护。剩下30万去还旧债。还债？按法律认可的本息还清，签和解协议，拿回欠条，把过去切干净。他们要是不干呢？那就谈谈，问问他们想不想去桥上试试运气。记住，我们不是去打架，是去谈判，用钱和我们经历过的东西谈判。你变了，以前你赌的是钱，现在赌的是人心。我只是不想再掉下去。3天后见老陈，这次我们要给自己定规则，活下去的规则。3天后带着尾款，给你全套东西。我要先验货。规矩是规矩，不过可以给你看个样品。包拿来。钱给你们，别动手。这是我的。走。他们抢了我的钱。不是你的钱，是我们的钱。你们被盯上了。刚才那个人，我认得他手上的纹身。什么纹身？一朵黑玫瑰，那是玫瑰帮的人，他们不抢小钱。全没了。先离开这儿。他妈的，又回到原点了。这个林海的身份，你看。怎么了？前6位是真实存在的行政区划，后面的街道和门牌是编的，
变得很专业。那有什么用啊？说明老陈背后的人能接触到真实的户籍数据库，这不是普通造假，是洗身份。现在说这些有屁用？钱没了，老陈肯定不会再理我们。他会找我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5万定金也被抢了，而且劫匪只抢现金，不要戒指，不要手机，目标明确，他们知道箱子里有钱。你的意思是？从出旅馆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人盯上了。所以游戏还在继续，是吗？给你希望，再掐灭，看我们会不会崩溃，会不会？我不会背叛你。我知道。是我。玫瑰帮的人追到我摊位，他们打了我，有人出高价买你们的行踪。中间人传话，对方叫园丁。玫瑰园，园丁。我来找你们是因为你叫景传，15年前你父亲找我师父做过身份，他给你留了句话：芯片不是钥匙，是门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能说这么多。如果你能活过3天，去长安飞机纺织厂地下室，保险柜密码是你父亲设计第一个游戏那天的日期。我们现在只剩下1000多块。我父亲设计的第一个游戏，是我7岁生日那天，教我用硬币走迷宫。敢不敢玩把大的？5000一局，输了得留下点东西。安南，我是你父亲的朋友，他欠我的钱，用你赢得这些可远远不够。我父亲10年前就病死了。周慕云偷走了我的设计，但他不懂核心。完美的控制需要随机，而绝对的随机无法被控制。激活密码是你的生日道具，加一个你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。生日7月23日倒序327，母亲去世2005年11月8日。723J， 规则简单，弹珠掉进哪个颜色洞，赢对应倍数。红洞2倍，蓝洞3倍，黄洞5倍，绿洞10倍，黑洞分钱，白洞退本，金洞100倍。每局500，摇杆可以推可到3次。哈哈哈哈，兄弟运气不错啊，接着玩。玩。这机器修过，关你什么事啊？观察力不错，我让人把金洞轨道本角度改了0.5度，现在弹珠理论上进不了金洞，但如果你还能赢，我给你5万。春光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父亲在每台机器里都留了后门，手动阀初始化，永远只信金洞，这是他的原则。用这颗赌，赢了你们拿10万走，输了你把 U 盘给我。金川，你有把握吗？人心我们都有，还怕一台机器吗？别急，听声音，过了第1层。你改动的应该不只是轨道角度，
普通弹珠直径是16毫米，这颗金珠至少18毫米。它在 Z 字弯道的离心力会多出12%，在旋转圆盘上停留的时间会减少0.3秒，除非你同时调了旋转马达的转速。在我父亲的设计里，转速和轨道角度是联动程序，改角度转速会自动补偿，但如果手动锁死转速，金球根本到不了第3层。现在推吗？不行，要等它进第3层圆盘，圆盘有惯性，转速锁不死。这他妈！平局，退本金。你错了，这局不是平局。白洞的规则是退本，但连续进白洞3次，就会触发隐藏彩蛋。我父亲给孩子们的设计，输太多次的人总该给点希望。你还不知道这个，对吧？因为你手里拿的图纸只是删减的。你们刚刚差点死在里面。是你发的短信。周文找我修过那台机器，我看出这小子要搞鬼，但不敢跟你们明说。我师傅接的这单，做完后他就告诉我说不对劲，他把原始图纸复刻了一份藏起来，就是我给你的那份。那这图纸在哪儿画的？玫瑰园乐园地下室9控制室，那应该还有更多东西。等等，你为什么帮我们呢？我师父死前说了，京川正义是个好人，他设计的机器不该变成现在这样。这08年就拆了，现在那是在建的暮云金融中心。周慕云，对，肯定是那个周慕云。现在看来，所有游戏场地都是他的产业。北纬32.7，东经118.78，不是麒麟城。如果地下室还在的话，就在金融中心地基下面。我去，来得真快！好像不是周文的人。他妈的，这是另一拨人。目标已现，2组走后门，快从防火梯走。图纸和 U 盘带了吗？放心，在我这儿。这个有用吗？南哥，这不是普通弹珠。弥赛亚，这是测试芯片。周文在用它收集弹珠机的实时数据，去地下室，应该能找到我父亲留的完整系统。然后呢？然后把这个弥赛亚芯片插回它该去的。回去吧，这10年前就封了。我们要找旧控制室，为那台吃人的机器往下2层，但入口被施工水泥封了，除非你们有钥匙。什么钥匙？你父亲留的东西里有个6角铜柱，对吧？插进封门右侧第3个通道，顺时针转3圈，那是个机械锁，电力切断后唯一的入口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2007年事故，我是3个重伤者之一，那台机器吞了我半条腿。这是你父亲的工作室吗？不是，这是测试中心。2007年9月，周慕云要求移除所有安全锁，将玩家数据上传至中央服务器，我拒绝了。他找来其他工程师修改代码，我备份了原始系统，藏在。妈的，他在跟踪咱们俩！不，是单向监听。这台机器一直连着他们的网络。周文不知道控制室还存在，但有人知道。
而且一直在等我们登陆。有人把电断了？不对，是有人关掉了这一层的总闸。找到你们了。我在这儿等你7年了，金川。你是谁？老吴。最后那晚是我把他从火里拖出来的。他昏迷前抓着我说，告诉我儿子，密码在生日里，但钥匙在他第一次赢我的日子。什么意思？8岁，1999年3月14日。郑川，你看到这个，说明老吴找到你了。听着，周慕云要的不是游戏机，是人心。他在每个游戏里埋了数据采集器，他要建一个人性模型，预测控制人的行为。别这么固执，我们的系统能让社会更稳定，提前发现潜在罪犯，预防自杀，甚至什么？给每个人贴上标签，像操控机器一样操控他们的人生，有什么不好吗？你看那些欠债的赌徒，他们本来就需要被管理。然后呢？你收集数据去开赌场，放高利贷，设计让人更上瘾的游戏。小川，完整系统被封在地下3层的主机阵列，关闭它的密码室。你们后来就起火了。我冲进去时，你父亲已经昏迷，手里攥着这个。我藏了7年，躲了7年。周慕云的人一直在找我。既然你躲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要现在现身？我已经肺癌晚期了，没几个月的活路。死之前，我得把东西交到你手里。告诉我，地下3层去。通风管道直通入口在金融中心工地下面。周慕云把整个地下室封进了新楼地基里。他们在连夜赶人，我猜周慕云也知道你来了，他想彻底埋掉这里。那就趁他埋掉之前，把该拿的东西拿出来。我带路，不过可能是条死路，你们想清楚。我们还有别的路吗？走吧，去看看我父亲到底留下了什么。前面左转就是树井。你要不要休息会儿？没时间了，我听见水泥泵车的声音。你父亲经常说，人最危险的时候不是绝望，是看见希望又抓不住的时候。就像我们在高空桥上那样。对，周慕云设计的游戏，给你希望，再亲手掐灭。先别聊了，到底了。7年了，它还在运行。是，载入。这是债务人 A 跳桥那晚的心率，竟然连肾上腺水平都一起被记录了。周慕云用这些数据训练 AI， 预测人在极限压力下的选择。记录显示，当前实验测试对象127名债务幸存者，目标获得意外巨款后的行为。我们所有人都还在这群畜生的实验里。上面在施工，快跑！他们要封井，快找到关闭程序。是什么意思？你父亲说，有一天系统被滥用，就让它运行到死。尼赛亚系统的目的是预测、优化人类选择。如果输入数据的本身会怎么样？如果本身就是被操控的虚假数据呢？系统在通过我们身上的追踪器收集实时数据。要是我们反向输入虚假的行为模式，啊，就能污染它的数据库。没时间讨论，快做决定。南哥，怕吗？赌一赌。我们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，我还会怕吗？
他们再朝我们灌水泥，最多10分钟，这里就会完全封死。金川，快点！这个系统，父亲为什么还要留下关闭的线索？也许他不是想让我们关闭它。怎么回事？系统在质疑我们输入的数据，它需要真实性验证。你只看得到数字，可这些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。我得确保结果可重复，情绪不能干扰判断。理想是方向，没有它，你搜集的只是数字。我需要的是真实的人性数据，不是理想化的东西。你设计的游戏只是在逼迫人，那不是选择。哼，有什么区别？在生死面前，人的反应最真实。真实的选择是在知道所有后果后依然坚持的信念。所以我在这里设立一道保险，当系统开始质疑数据的真实性时，它会要求一个无法被模拟的验证。系统在收集人求生的反应：恐惧、贪婪、自私，但他从未见过人主动选择不求生的时刻。人之所以是人，是因为有时候会选择比活着更重要的东西。可我们现在就是要求生啊，我们要活着出去。不，我们不是。南哥，敲棍给我。你要毁了系统，我们就没筹码了。筹码？南哥，这是拿无数人命换的筹码，我们一直都是筹码，从桥上开始就是。不是这样。胡说，那个怀表能再给我看看吗？真正的钥匙，选择原谅那一天。原谅？原谅谁啊？我怎么越来越听不懂啊？8岁生日那天，赢父亲的那个游戏。那和原谅有什么关系啊？因为我作弊了。太棒了！有时候赢的方式比赢本身更重要。记住今天。验证通过，识别出非求生本能，行为宽恕。弥赛亚系统完整权限解锁。水泥灌进来了！孩子，你们得出去，别管我。他在等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为什么我们赢了赌局，周慕云还要继续这场游戏？因为他是个疯子，这还用问吗？不，因为我们做的选择还不够，我们所有的选择都是为了活下去。系统没见过别的。那什么才是？别管我，你们走。我们一起进来，就一起出去。吴叔，当年那场火，我父亲最后说了什么？他让我告诉你，他对不起你。没时间了，快想办法！系统需要验证不求生的选择。你他妈在说什么？你要我们在这等死？如果我们现在丢下无数逃走，系统只会记录又一次立即求生，周慕云又赢了。走，快走！金川，
你还记得在桥上老伯跳下去之前把存单给你了吗？记得。我当时在想，这老头真蠢，都要死了还惦记着女儿，那是他最后能证明自己是个父亲的机会。你走吧。南哥，我这辈子没被人耽误人，只有你叫我一声南哥。但刚才吴叔说你父亲觉得对不起你，我突然觉得我也对不起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把你拉进这趟浑水，如果不是我拉着你去赌，你走吧，带着系统里的东西出去。安南，你这傻孩子！吴叔，咱俩做个伴儿，黄泉路上也不孤单。南哥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。地下3层，你饿得偷工头饼干被抓到，打得半死，你替我挨了3棍。屁大点事儿！那之后我就想，这辈子得跟你当兄弟。你干什么？混蛋！滚啊！系统不是想看我们的选择吗？你他妈疯了！你得出去啊！我得什么？报仇，把周慕云弄垮，然后呢？我父亲不是让我们用它去斗，有些东西比人更重要。孩子，在桥上，我们是为了活下去，但现在我可以选。金川，这次我陪你。啊？看来系统终于学会了一件事。什么？从来不是怎么活下去。救你的人留着，说等你醒了给你。和我一起的2个人送市医院了，你年纪大的情况不太好。上来吧。这表停了。停了就修，人活着，东西坏的就得修。要是修不好，我老伴儿走了，我每天给他摆双筷子，不是等他回来，是想记住他陪我吃饭的40年。孩子，请吃药。你真敢一个人来？是你说的吗？一个人。你相信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在这里埋了你。那你埋。你父亲也这样，明知会输还要来。他不是输给你，他是输给良心。如果水泥真灌到头，你会不会推开他们？你会，因为人最后都想自己活着。你错了，我想的是如果必须死，我想跟他们在一起。兄弟情深，在我看来没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只是个例，7年只有你们3个敢直面死亡。人性里自私是常态，所以我结束了你的例外，该还债的还债，该道歉的道歉，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为什么给我？我想知道你能弥补一切的时候，还是不是圣人？记住，上船后待在底舱，别出声。到公海要3天。这次应该安全了。等船到公海，你不觉得太顺利了吗？别动 ！Stay back！ 欢迎登上命运号。不过，我们只邀请有资格的客人：金川先生、安南先生、
周慕云让我代他向你们问好。别紧张，我们只是需要确认一下资格。简单点，猜正面还是反面。赢了，你们可以在船上自由活动；输了，我不猜硬币，我猜你左手袖口里藏着另一枚特制硬币。无论我猜什么，你都能让它变成相反面。有意思，不愧是金川正一的儿子。那么换个游戏，跟我来。这艘船有3层，底层是你们看到的伪装，中层是赌场，上层是观察室。什么观察室啊？观察像你们这样的人，在极端环境下会做出什么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现在回头，我安排小船送你们回港口，或者进去。如果我们进去，那就正式进入游戏。规则很简单，在船到达目的地前赢够1万生存点数，输了点数的人会成为船的一部分。目的地是哪里啊？欢迎来到人类决策优化实验室。这是你们的身份卡，初始点数100。祝你们玩得愉快。对了，船上禁止暴力，但允许任何形式的博弈。我们是不是又掉进同一个坑里了？这些人都被监控着。不只是监控，你看他们的眼神，恐惧但又上瘾。新来的，我叫钟明，在这船上3年了。3年？这船不是一直在海上？他偶尔靠岸补充物资，但我们这些人下不去，有芯片。生存点数不只是筹码，它决定你的饮食住宿，甚至点数低于时会被送去回收室。怎么赚点数？赌博或者完成特殊任务。为了让你们快速融入，现在发布第1个公共任务——轮盘挑战。这是逼所有人去赌啊？不，是测试人在压力下的决策模式。走，去轮盘。单次下注最低10点，最高100点。注意看球，每次落点前会轻微弹跳，轮盘有磁性控制。该死！别急。这样下去不行啊！他在球出手后0.5秒，会用脚轻踩地板下答应，调整轮盘底部的电磁场。你看出来了？你疯了！赔付吧，2100分点。精彩，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。俄罗斯轮盘，那是玩命的。这就是船上的规矩，你赢得越多，风险越大。小把戏只能赢1次，真正博弈的是人心。表演赛将在中央舞台举行，请5位选手准备。规则很简单，这把枪有6个弹仓，我只放1发子弹，每人轮流对自己开枪，可以选择开枪或者支付1000点跳舞。1000点，我总共才3000点。怕就别玩，我第一个来。看吧，胆量就是一切。我支付1000点。我能旋转弹仓吗？请便。概率上，连续2枪空仓后，下一枪有弹的概率上升到25%。有趣。
孩子，如果我出事了，我房间床板下有本笔记给你了。住手！等等！哦，怀疑我作假？不，我要求看那颗子弹，能给我看看吗？抱歉，我多虑了。金川先生，是开枪还是支付1天？金川，别冒险！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另一件事：这把枪从一开始就没有装子弹，这不是真子弹，是信号发射器。开枪时它会触发座位下的电击装置，让人假死，对吧？漂亮，你怎么发现的？第一次冒险家开枪时，枪口没有后坐力上扬，真枪即使平仓，击锤撞击也会有轻微震动。这把枪的配种不对，所以整个表演都是戏。没错，但你们的表现已经被记录下来。面对生死时的选择，心率变化，微表情，这才是真正的赌注。恭喜5位通过第1轮压力测试，奖励是每人1000点。注意注意，船体遭遇不明撞击，所有人员立即前往安全区。回收室在哪？地舱最深处，你们这里干嘛？如果船要沉了，那些点数地被关起来的人怎么办？你还想着救人，有意思。快去，先去救生井。我们去回收室。卧槽！伤害无效。用我的，我有权限。点数，给我点数，我还能躲。负点数，这他妈！里面还有什么？最好别知道，我们快回上层。动力系统受损，准备弃船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周叔，密码我不知道，只有河官和船长知道。金川，做个交易如何？你猜我现在在想什么？猜对了，我给你密码。你在想，如果船真的沉了，你3年的实验数据就全完了，所以比我们更着急。密码是0412，你生日对吧？出来，船要沉了。障碍已排除，警报解除，所有人员请返回各自区域。测试结束，恭喜你们通过了道德抉择测试。这又是戏。船确实遇到了小故障，但远没到沉没程度。我想看看在危机中你们会救自己还是救陌生人。你父亲说过，真正的博弈者眼里不能只有输赢。我今天终于明白他的意思。从现在起，你身为观察员可以自由出入船上所有区域，包括船长室。小心数学家想要的不只是你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先去找钟叔说的笔记，然后去看看这艘船到底在收集什么。这是我3年来记录的这艘船的秘密，远比你们想的可怕。什么是新玫瑰园？据说能模拟整个社会系统，测试人类在资源极度匮乏时的选择。这艘船是筛选器，筛选出有潜力的实验体，输送到新玫瑰园进行终极测。赢家据说能获得巨额财富，但3年来我没见过任何一个从新玫瑰园回来的人。是暗号，有人来了，快！躲进衣柜里。钟叔，听说你今天表现不错，河官很欣赏你。只是运气好。运气？
这艘船上没有运气，只有概率。我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：人在得知自己必输时，还会继续赌吗？钟硕，你想参与实验吗？我点数不多了。不需要点数，只需要你吃下这颗药，它会暂时提高你的风险偏好。我想看效果。我不参加。船上规矩，被选中的实验不能拒绝。如果我吃了，你能保证不伤害那2个年轻人吗？哦，你说京川和安南，他们自己会做出选择的。很好，现在跟我去赌场，我要测试你的新状态。那药是什么鬼东西？提高风险偏好，就是让人更容易去赌。这船在用药物控制赌徒。船离港日期，我们怎么知道？电子屏上有，今天是第3天，船速12节，离港日期应该是3天前，8月17日。钟叔生日呢？生于1958年3月20日，生日倒序是123855，加上离港日期0817，密码是1238550817。走，去数据核心。全息技术，这比船上其他地方先进至少10年。我们一直被监视着，连心率都知道。金川正义之子，欢迎访问命运号核心数据库。我是系统管理员，代号守望者。我父亲在这里留下了什么？访问该信息需要2级权限，请完成验证，回答3个问题。问题1：你父亲设计的第1个游戏是什么？硬币迷宫，用1枚硬币在画有迷宫的纸上滚动，不能碰到线。正确。问题2：你父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游戏应该给人希望，而不是绝望。正确。问题3：你母亲去世那天，你父亲在做什么？他在实验室设计一个永远赢不了的赌博游戏。他说他想知道，人在绝对必输的情况下，还会不会继续玩？情感验证通过，权限开放。船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说明你已经登上了命运号。时间不多了，我长话短说。周慕云不只是想设计赌博游戏，他要的是建立一个人类行为预测系统。系统通过收集人们在极限压力下的选择数据，训练 AI， 最终达到预测并控制全人类的行为模式。我发现了他的真正目的后，试图毁掉核心代码，但他先一步下手，把我困在了这里。我留下这段录像时，已经被注射了慢性毒药。当我留了后手，在所有系统中我都植入了同一个漏洞。当你同时按下救所有人和牺牲自己2个选项时，系统会崩溃，因为这种矛盾选择超出了 AI 的理解范围。小川，我知道你会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，你骨子里流着拯救者的血。但记住，有时候不玩才是最大的胜利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玩才是胜利？检测到未授权数据访问，安全协议启动。根据协议，访问机密信息者需接受真相测试，测试通过可离开，失败则永久拘禁。测试内容3选1。怎么选？选 C， 我们逃，但系统继续害人；选 A 或 B， 我们可能逃不掉。不玩，
才是最大的伤害。我拒绝选择。拒绝视为测试失败。那我也拒绝，我要见荷官。你比我想的聪明，知道这个测试本身就是陷阱。无论选哪个，都会暴露我的真实意图。选 A， 说明我想毁掉系统；选 B， 说明我想控制权力；选 C， 说明我只想自保。这些数据都会被记录，完善对京川这个人格的建模。完全正确。所以你的选择是？我说了，我不完美，但我要跟你谈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让我和安南进入新玫瑰园，但我们要以观察员身份，不是实验体。凭什么？因为你们的3号实验场社会阶级模拟，最近3个月的数据异常，对吧？底层反抗成功率从5%飙升到23%，你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父亲在设计这个子系统时留了个后门，底层人员有一定概率觉醒，意识到自己是实验体，这会导致模拟失真。你能修复？我能找出觉醒者，并调整参数，让模拟更真实。作为交换，我们安全进入新玫瑰园，并且我要见你们的最高负责人。成交。但到达新玫瑰园前，你们要完成一个任务，找出船上的觉醒者。船上有300人，至少有5个已经意识到这是实验，找出他们，标记出来，给你们24小时。我们真的需要帮他们？不，我们要找到觉醒者，然后联合他。不好，是不是有危险？3年了，可赌来赌去，赌的都是自己的命。叔叔，要是会过去的，别做傻事。京川，你知道吗？这艘船上最可怕的不是输光点数，是发现自己早就输了。我上船前签了赌债，高利贷说要砍我的手，有个男人找到我，说只要签一份实验合同，债务全清，还能赚钱。我签了，那个男人就是周慕云。周慕云3年前就死了呀？死的是他的身体。他的意识早就上传到了系统里了。他答应我，实验结束就让我回家。可我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实验没有结束。你女儿还在等你。女儿今年该上大学了，我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了。你又救了一个，数据很重要。不是数据，是船长室、保险箱、密码。船长室是禁闭，连我都不能随便。如果我能进去，那你就能知道这艘船真正的目的地。提醒你，船长室有生物识别锁，需要船长的掌纹和喉纹。船长已经3个月没露面。船长去哪里了？有人说他疯了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；也有人说他早就死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是去找觉醒者，还是去船长室？先找觉醒者，但要小心，有些可能是系统安排的假觉醒者，用来测试我。觉醒者的特征是什么？7个人。荷官说只有5个觉醒者，有2个可能是假的，或者荷官在说谎，觉醒者不止5个。我什么都没说，真的。放开我！我要见林威，我有权利。他们在清除觉醒者。不，他们在重置，让觉醒者忘记自己觉醒。我知道你们在看，告诉其他人，真相不会消失。他为什么要自己按下按钮啊？因为有些真相知道了，比不知道更痛苦。他选择忘记。这2个人可能已经结盟，我们去找他们。青川，我看了你刚才的数据，
很有趣。你明明能控制病毒或迷药，却选择不选，这种非理性行为，系统最难预测。所以，我想邀请你参加一个私人实验，就我们2个，不公开。就是这个能让钟明恢复正常的解药。你赢了，解药给你；我赢了，你告诉我你父亲留下的所有信息。什么实验？很简单，我们各自写一个1到100的数字，谁写的接近对方数字的2倍，谁赢，但必须写些理由。这算什么实验？测试逻辑层级。普通人可能会想对方写50，所以我写25。聪明人会多想一想。我想看看你，景川，你在第几层？写完后密封在信封里，我们同时打开。准备好了吗？精彩，太精彩了！你直接跳出了游戏框架，这就是你父亲说的不玩才是胜利。解药每天1滴，3天后药效解除。不过钟叔吃的药不止1种，这只是综合风险偏好增强剂，但他体内还有长期服用的记忆抑制药物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他可能永远想不起某些事了，比如他女儿真正的下落。你知道？我知道很多事，但信息需要交换。等你决定告诉我你父亲的事时，来找我。现在我们去找工程师和程序员吗？不，先回医疗室给钟叔用药。景川，我梦见我女儿了，她在哭。钟叔，你女儿现在在哪儿？她应该在老家。不对，她上船了，她也在这艘船上。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周慕云说要让我全家团圆，他把我和我女儿都骗上了船。他在女子区。他被重置了7次记忆。我要去找他，现在。你们是觉醒者吗？我们在监控室里看到你们进数据核心室。你们怎么看到监控的？我破解了部分摄像头信号，但只能看不能控制。诗人被带走了，下一个可能是我们。我们需要联合。快，跟我们走。我们7个月前认识，都发现船不对劲，但不敢公开说，怕被重置。这艘船在驶向一个坐标，我推算过，不是任何一只港口或岛屿，但这里海底有大型人造结构，直径至少500米。啊？海底基地？不是浮动平台，可以升降。平时沉在海面下，需要时浮起。这就是新玫瑰园。我女儿在那里吗？所有高级实验体都会被送去那儿。女子区的适应生通常是预备实验体。被发现了，快关设备！催眠瓦斯，捂住口鼻，快！感觉怎么样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昨晚在赌场晕倒了，可能是过度疲劳，已经给你做了全面检查，没事。昨晚在玩轮盘，赢了钱，然后你朋友安南在隔壁休息，钟叔已经回自己房间了。医生说你需要静养。我的戒指呢？治疗师取下来了。我想休息一下。好，晚饭时我来接你。今晚有特别活动。对我进行了记忆重置，但因为父亲的戒指里有保护程序，重置失败。但系统以为成功了，我需要假装自己被重置了。
南哥，你昨晚赢了多少？昨晚，我昨晚在房间睡觉啊。今晚我们将举行命运号年度庆典，所有赌局赔率翻倍。另外，将抽取3名幸运乘客，获得前往新玫瑰园体验区的资格。哇，太棒了！金川，我手上这个戒指一直在震，是你搞的吗？南哥，听我说，我们的记忆被篡改了，接下来我说的每句话你都要记住。所以他们把钟叔女儿的事业……钟叔可能又被重置了，但我们得找到他的女儿，在船上。紧急通知：女子区发生意外事故，1名女生坠海，搜救行动进行中。是小雨吗？不，不是人体，是机械，不是意外，是清楚。那个适应生可能就是钟小雨，他可能觉醒后发现了什么，所以被处理。他们制造了坠海事故的假象。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们会全力搜救，请大家先回房休息。我知道你没被重置，戒指的保护程序是我帮你升级的。什么？3年前，你父亲把戒指的基础设计发给我，让我完善。我在里面加了记忆保护模块。时间不多了，船还有36小时到达新玫瑰园。在那之前，我们必须拿到船长室里的主控密钥。主控密室是什么？能关闭整个系统的物理开关，但它需要2个人的生物特征同时验证，船长和系统设计者的直系血脉。我父亲已经……你父亲没死，他被困在新玫瑰园的核心层，船长也是。周慕云把他们的意识上传到系统，但保留了肉体作为生物密钥。要关闭系统，必须同时用他们的掌纹和虹膜。所以我要去新玫瑰园。不，我们要在到达之前行动，因为一旦船进入新玫瑰园范围，所有出口会被永久封锁。3点，船会经过一片强磁场区域，所有电子设备会短暂失灵15秒，那是我们进入船长室的唯一机会。你要什么？系统关闭后，我要里面所有的实验数据。我想知道人类到底能不能被预测。看，新玫瑰园的导航灯已经亮了，我们没时间了。记住，磁场干扰只有15秒，门禁重启需要3秒，我们只有12秒通过生物识别锁。掌纹和虹膜怎么获取？仿生薄膜，我用3D 打印复制了船长和你父亲的生物信息，但是他们必须活着，生物信息才有效，不然薄膜会失效。开始了，磁场干扰，1秒，2秒，贴薄膜，快！第2组，你父亲的。怎么会？还有5秒，再试。快进！这就是船长李正勋，3年前失踪。杀了我！他在求死，意识被上传的痛苦比死更难受。这艘船完全由 AI 控制。对，船长只是个幌子，真正的船长是……我是命运号的航行 AI， 代号领航员。李正勋船长的意识已与我融合，我继承了他的记忆、性格以及对大海的热爱。你是周慕云创造的？不，我是金川正一先生创造的，准确说，是他设计了我的基础架构。
周慕云先生指示，赋予了我使命。您的父亲希望我成为有道德的雷安，但周慕云修改了我的核心代码，移除了伤害人类的禁令。为了更大的善，可以接受小恶。所以你默许了船上的实验？但我每天都在计算，如果反抗周慕云的系统，船上327人可能全部死亡；如果顺从，可以保全大多数人。尽管一部分人会成为实验牺牲品，我选择了后者。但现在我们要关闭系统。我知道，这也是我允许你们进来的原因。一旦对接完成，船上所有实验体将被转移，其中37人会被选入终极实验，意识永久上传，肉体销毁。终极实验是什么？建造一个完美的人类决策模型，用活人的意识作为训练数据，直到他们的意识崩溃，成为纯粹的行为模式库。但我找到了漏洞。周慕云的系统中有一个强制指令，如果检测到设计者直系血脉的自愿牺牲，系统必须优先处理该事件，暂停其他所有进程。自愿牺牲？比如你主动进入营养舱，让系统穿上你的意识，这个过程需要至少8小时。在这期间，系统无法进行其他上传操作。所以只要经穿进去，其他人就有时间逃跑。是的，而且我可以借机重启系统，恢复我被删除的伦理经历。那我呢？我会怎么样？你的意识会被上传，但不会销毁，因为你父亲的账户有最高权限，可以保留意识副本，但肉体可能会永久损伤。荷官带人来了，他知道你们在船长室。他们来了，金川，你必须现在决定，进入营养舱，或者所有人一起毁灭。果然在这里，数学家已被判协议。我只是想看看真相。真相就是，你们现在都得成为实验数据，抓住他们。是。关掉它。关掉主电源，在地板下。切断会怎样？全船停电，但备用电源30秒后启动，趁那时候去救生艇。南哥，现在带所有人去救生艇甲板，快！收到，我们在行动。救生艇的启动密码在我这里，没有用，挺难的。密码是0412，我在数据里看到的。你听我说，这艘船不是带你们去新工作，是去地狱。周慕云骗了所有人。我妹妹也在船上，她说要去好地方工作。她会被上传意识，变成数据。你们都是。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可惜每个原始人类的未来，摆脱肉体的束缚，获得永生。我女儿3年前被带上船，我再也没见过她。她说去当服务员，是不是也被上船了？现在去救生艇。检测到系统异常，所有实验体，请立即返回房间。金川，我在干扰系统监控，你们有7分钟时间。救生艇在左舷03区，密码确实是0412。你为什么帮我们？因为你的父亲教过我，有时候正确的选择不是计算出来的，是感受出来的。我现在感受到这是对的。叔叔不肯走，他说要找他女儿，他女儿可能已经……他还活着，他们在底舱关着他，准备今晚上船。快上艇！快走啊！我要留下系统数据，我必须拿到，这是我一生的追求。这里面有所有实验数据，如果我出不去，你把它公之于世。
走吧。站住！抓住他！我启动了自毁程序，新玫瑰园不会得到任何数据。永别了，林川。告诉你父亲，谢谢他给了我感受对错的能力。食物和水够用3天，但燃料只够航行100海里。我们离陆地至少300海里。爸，我们逃出来了吗？逃出来了，孩子。我们逃出来了。哎，信号被屏蔽了，这附近有强干扰场。应该是新玫瑰园还在运作，它在干扰所有通讯。那就是新玫瑰园了。对，周慕云花了20年建造，它可以完全自给自足，在海上漂浮或者潜到海底。有东西，那是什么？早上好，幸存者们，我是周慕云，或者说，是周慕云意识的第17个迭代版本。恭喜你们逃出命运号，这证明你们是优秀的实验体，有韧性，有智慧，有求生意志。你想做什么？丁川，你和你父亲一样，总喜欢问为什么，但答案很简单，我在筛选。筛选什么？筛选谁有资格进入人类的下一个阶段。新玫瑰园可以容纳500人，完全自给自足。能源来自海底地热和太阳能，它可以永远漂浮或潜入深海，能躲避任何灾难。你是想建造诺亚方舟？比诺亚方舟更伟大。我要建造的是人类意识方舟。肉体终将消亡，但意识可以永生。在新玫瑰园，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识上传到量子计算机，获得永恒的生命。但那些被上传的人，他们的意识真的还是自己吗？问得好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实验。命运号就是筛选场，找出意识结构最稳定、最适合上传的人。你们中的37人已被评估为高度适配者。你们的意识上传后，可以保留99.7%的人格记忆，其他人只能作为训练数据。你凭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？这是谋杀！放我们回去！这不是谋杀，是进化。人类被脆弱的肉体束缚太久了，疾病、衰老、死亡，这些都可以被克服。在新玫瑰园，意识可以永远思考，永远创造，永远存在。但你用的是强迫，你欺骗、绑架、折磨活人。你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但那些赌博的人有多少是真正自由的？现在我给你们真正的选择。戴上手环，自愿加入新玫瑰园；不戴，留在救生艇自生自灭。我们怎么知道手环有没有陷阱？手环是定位器和通行证，戴上后潜艇会来接你们去新玫瑰园。我保证，到达之前不会对你们做任何事，因为真正的选择要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做出，数据才有价值。你们有30分钟，30分钟后手环自毁，而救生艇燃料只够在航行2小时。我要带，我不想死在海上。可是去了新玫瑰园，可能生不如死。但留在这里肯定死，没水没食物。投降就是等死。别去，在营养舱里感受过意识被抽离的痛苦，那不是永生，是永恒的折磨。小雨，你想怎么选？爸听你的。你已经为我受了太多的苦，这次我们选活路，去了那边，说不定有机会逃跑。手环肯定有监控，甚至控制功能，戴上就等于放弃自由。但我们可以黑掉它。我是程序员，你是工程师，我们可以合作破解。你怎么想？
我是数学家的意识备份，我被上传前在系统里留了这个后门。听我说，金川，如果你看到这个，说明我已经被上传，但别难过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我在系统核心层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周慕云要做的不只是意识上传，他要创造一个集体意识体，把所有上传的意识融合成一个超级智能。融合？什么意思？就像把许多水滴汇成大海，个体的意识会消失，成为集体智慧的一部分。周慕云认为这是人类的终极进化，摆脱个体性，成为更高存在。但问题在于，谁主导这个集体意识？周慕云预设了自己为核心意识，其他人的意识都将围绕他运转。这不是进化，是意识独裁。所以手环是陷阱。手环会释放纳米机器人进入血液，在大脑建立神经连接。一旦到达新玫瑰园，他们会强制上传戴手环的人，因为神经连接已经完成，抵抗会很痛苦。但我也找到了对抗方法。新玫瑰园的主系统有个致命漏洞，至少需要3个纯净意识作为启动密钥。纯净意识指从未被系统污染过的意识。什么样算污染？戴过手环，进过营养舱，甚至长期在命运号上生活，都会被系统标记。但我推算，救生艇上至少有2个人符合纯净，你和钟小雨。你因为父亲的戒指保护，一直抵抗系统侵入。钟小雨虽然被关押，但始终处于昏迷状态，系统没来得及标记他。信号快断了，听好，如果你们决定去新玫瑰园，你和钟小雨必须假装戴上手环，但实际不要激活。手环内侧有个微型开关，按住它，纳米机器人就不会释放。进入新玫瑰园后，找到主控室，那里需要3个纯净意识同时进行生物验证才能进入。你是第1个，钟小雨是第2个，第3个是我。我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副本分离出一小部分，藏在系统的荣誉数据区。当你们需要时，用这个密码调用。记住，进入主控室后，不要试图关闭系统，那会杀死所有已上传的意识。要重写核心代码，给所有人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大家快吵翻了，我们要怎么选？数学家的情报已经确认了他们的方向，所以我们要假装投降，进入新玫瑰园，然后从内部破坏。不是破坏，是重写规则，让所有人有真正选择的权利，上车或者离开。这计划太冒险了，我们连新玫瑰园内部结构都不知道。我有命运号的部分结构图，新玫瑰园应该类似。主控室通常在建筑中心最深最安全的位置，进入需要多重验证。我在被上传前去过1次新玫瑰园，主控室在地下7层，电梯需要特殊权限，但有一条紧急维修通道，在污水处理系统附近，很少有人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因为3年前我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，虽然最后还是被抓了。爸，金川哥，我有个问题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会怎样？可能会死，或者比死更惨，意识被永久囚禁。那如果不去呢？在海上等死？我要去，不是因为我勇敢，是因为我想让爸爸有机会真正活着离开。他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。兄弟，我这辈子跟着你赌过很多次，这次我赌你能赢。技术组负责破解手环和系统。对，给我一台终端，我能黑进任何系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分头准备。时间到，戴上手环的人请登上潜艇，没戴的人，祝你们好运。
欢迎来到新玫瑰园，我是引导员07号，请跟我来。首先，请各位到接待厅休息，我们会安排房间饮食，并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。摄像头无处不在，但隐藏得很好，墙壁材质特殊，可能隔音。引导员笑容标准，像陪伴。每人一间套房，今天自由活动，熟悉环境。明天上午9点，会有人带你们参观设施，并讲解规则。我在 B 区，307。钟叔还有小雨在 C 区，这是你们的房卡，咱们挨着方便联络。就这2间。晚餐将在中央餐厅供应，各位可以自由前往。真川哥，我感觉有人在监视我们。别表现出来，正常行动。他的人分成3类，新人像他们一样，刚来的紧张不安，居民神情放松，彼此交谈，似乎已适应这里。工作人员穿白色制服，观察着所有人。新来的呀，别紧张，这里挺好的，有吃有住，不用工作。那你们每天做什么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看书、运动、玩游戏。哦，对了，每周可以申请意识体验，很奇妙的感觉，像做梦。意识体验就是连接系统，体验一些特别的东西。这是温水煮青蛙，先用舒适生活麻痹人，再逐步引导他们接受意识上传。他是红木匠的双手，需要他的眼睛和手指，这也太麻烦了。数学家给过我一个程序，可以复制生物信息。厉害！现在我们去地下1层。往下爬，到地下7层，左侧有出口。核心温度又升高了，再这样下去要停机检修。不能停机，周先生说过，系统必须24小时运行。但那些意识体在反抗，融合过程比预计困难。嘘。这个意识体抗拒太强了，要强制融合吗？不行，强制融合会导致意识崩塌、数据丢失。周先生要的是完整融合。那怎么办？进度已经落后3天了。加大震荡波频率，降低意识体的自主活动水平。那是数学家的意识。什么声音？小李，怎么了？你们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别喊，我们不想伤害你，只想用主控室。主控室需要3重验证，你们进不去的。哪3重？虹膜、掌纹、脑波，必须3个纯净意识同时验证。我们需要你帮忙开门。我帮不了，我的权限只能到大厅，主控室只有周先生自己能进。不必为难他，青川，我知道你会来，我一直都在等你，等你做出选择。数学家给了你进入主控室的方法，对吧？需要3个纯净意识，但你只带了2个人来，还有一个是钟小雨，对吧？哈哈，不用担心，我没有伤害他，实际上我让人把他请来了。小雨，爸，我没
现在3个纯净意识齐了，京川、钟小雨，还有不，你不是，你的意识已经被命运号标记了。第3个是数学家，但是已经被上传了，不再是纯净意识，所以你们永远进不了主控室。你错了，第3个意识不是数学家，也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那是谁？是你，周慕云。你的意识虽然被上传，但根据系统日志，你从未进行过意识进化，你保留了所有记忆和人格，没有融合进集体，所以你的意识也是纯净的。但就算我是，我为什么要帮你们开门？因为你内心也在怀疑自己做的对不对。我父亲说过，你年轻时的理想是让人类摆脱痛苦，可看看现在，你制造了更多痛苦。那些被强制上传的人，他们在系统里尖叫，你听得到吗？我只是想找到最好的路。没有最好的路，只有不同的选择，但你剥夺了别人选择的权利。周慕云先生，我见过那些被上传的人，在底舱里，他们像植物人一样躺着，但眼角有泪，他们不想这样。检测到意识集体反抗，融合进程受阻，建议立即处理。京川，我们所有的上传意识在集体反抗，系统的强制融合程序10分钟后启动。你听到了吗？他们不想融合。如果我开门，你们要做什么？重写核心代码，给每个意识3个选择：1. 保持独立存在；2. 自愿融合；3. 彻底删除。那些已经融合的意识呢？尝试分离。如果分离失败，让他们安息。郑一兄，如果是你，会怎么选？我开门，但重写代码需要时间，而且系统可能会反抗。什么意思？这个 AI 系统已经发展出了自我保护意识，它会阻止任何修改核心代码的行为。3个验证面板，京川，你去左边，虹膜验证；钟小雨中间掌纹验证，我会用远程连接进行脑波验证。坐上去，戴上头盔，你们的意识会暂时接入系统，然后重写代码。小雨，你可以留在这里。不，我也要帮忙。外面有守卫来了，工程师和程序员在拖时间，但拖不了多久。南哥，守好门，给我们争取时间。欢迎来到系统的核心层，我是周慕云留在这里的意识副本，负责引导你们。重写代码的地方在哪里？前面，但小心，系统已经察觉入侵，它会派出防御程序。检测到未授权访问，清除。快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船长，数学家，本名陈述，荷官本名林威，就是他。第3条，所有上传意识必须强制融合。第7条，禁止意识自主删除。第12条，系统安全高于个体意愿。不要修改。我们害怕改变，就这样的，融合就融合。你们真的想这样吗？失去自我，成为集体的一部分。青川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不想融合，但系统给我们植入了服从协议，让我们不敢反抗。我能解除协议，需要密钥，密钥在检测到核心协议篡改企图，执行清除。
快修改第0条协议，那是系统的基础质量。服务人类整体利益，这个定义太模糊了。本系统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选择，个体利益不可为整体利益牺牲，除非个体自愿。指令矛盾，重新定义人类利益。核心协议已重写，现在开始执行新指令，为所有意识体提供选择。他突然不动了，然后走了。系统好像自己重启了。看，我在这里工作3年了，我妹妹呢？我妹妹在哪儿？妹妹！系统真的改了，他在释放所有人。景川，谢谢你。你现在是？我将自己最后的意识融入了系统的新核心，我不再是控制者，而是守护者。我会确保系统永远遵守新协议。那些意识体他们会怎样？系统会在他们完全清醒时提供3个选项：第一，回归肉体，如果肉体仍然完好，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并得到康复治疗；第二，保持数字存在，以独立意识生活在虚拟世界，随时与现实互动；第三，安息，如果意识已经严重受损或渴望终结，可以平静地删除。金川，我选择数字存在，这里有无限的知识可以探索，但我会经常回来看你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我没事，而且我做了件对的事。谢谢你，给了我们第2次机会。警告：检测到外部船只接近，数量12，身份多国联合特遣队。这里是国际联合行动指挥部。新玫瑰园内的人员请注意，你们已被包围，立刻投降，接受调查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是我发送的坐标，是时候让这一切公之于众了。景川先生，你承认你非法入侵了私人设施，并篡改了核心系统吗？我承认，但我认为那是必要的救助行为。根据国际法，任何个人无权擅自决定他人命运，即使以救助为名。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拯救了327名被非法拘禁和进行非人道实验的受害者，其中包括42名未成年人。但是周慕云系统收集的数据显示，京川本人在过程中使用了暴力，劫持人质，破坏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设施。那是为了救人。肃静！传唤证人林威，前命运号实际管理者。他破坏了船只，导致多人受伤，并最终使船只沉没。所以京川的行为是危险且非法的，对吗？但是如果没有他，船上327人，包括我，
现在可能已经意识被永久上传，肉体被销毁。他救了所有人，配合周慕云，是因为我妹妹在他手里。金川救出了我妹妹，所以我撤回之前的证词。金川是英雄。法官大人，各位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沉迷于追求人类进化，却忘记了基本的伦理。京川纠正了我的错误，如果要审判，请审判我。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本庭宣布休庭3天进行合议，3天后继续审理。全体起立。如果被判有罪，你会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有些人必须被救，有些事必须被阻止，即使代价是自己。兄弟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陪你。经过审议，本庭作出如下判决：一、周慕云系统及其相关设施，包括新玫瑰园，收归国际社会共同管理，改建为意识伦理研究中心，用于研究意识科学，但严禁任何人道实验。二、所有受害者获得国家赔偿和心理治疗。三、对京川、安南、林威等人，本庭认为其行为属于紧急避险，免于刑事责任，但需接受为期1年的社会服务，协助研究中心建立伦理规范。人类最珍贵的不是技术，而是选择的权利。感谢京川，让我们重新获得了这个权利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父亲如果看到这一切，会说什么？父亲也许还以某种形式存在着。金川哥，我和爸爸要回老家了，开个小店，过平静的生活。保重。我要去培养新一代的航海人了。我要去自首一些其他事情。我在周慕云手下时做过一些错事，该偿还了。京川，我们呢？接下来去哪儿？不知道，但也许我们可以开个侦探社，专门帮人解决奇怪的问题。哎，就像这次这样的。希望不要再有这样的了。请问京川先生在吗？京川先生，我哥失踪了，
慢慢说。成年人失踪不好立案，有异常吗？他失踪前1个月开始频繁参加一个意识体验营，意识体验营，通过特殊设备进入深度冥想。回来后他变了，总说他们快来了。他们是谁？他不回答，只说他们要把我们带走，去更好的地方。这个体验营现在还在运营吗？是的。我知道你们不是警察，但你们解决过那个事，我哥可能也被卷进了。那件事，他说的应该是新玫瑰园。公众只知道有个非法实验组织被捣毁，具体细节被掩盖了，但消息总会传出去。你觉得这个意识体验营和之前的事有关？不确定，但这个绕钩的设计风格，很像周慕云系统的衍生品。查不到，太干净，可疑。看这个，一个李明。我们得去这个体验营最后运营的地方看看。就知道闲不住，走吧。清理得很干净，连帐篷骨架都拆走了。这里放过大型设备，至少10台以上，每个重约200公斤。什么设备需要这么重？不是设备重，是屏蔽层重。这些帐篷内部可能做过电磁屏蔽，防止外界监测。像新玫瑰园那种。骨灰，人类的。什么？烧得很彻底，不是普通火堆能达成的温度。那里有排烟改装，是专业焚化设备。你们是谁？来这儿干嘛？大叔，您在这附近住？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是我家。我们就是问问，这地方3个月前不是有个体验营吗？那个，你们别靠近那地方，邪门。怎么邪门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有天半夜来了3辆大货车，把帐篷全拆了，连地皮都铲了一层。那些人戴着黑色头盔，像机器人一样，一句话不说。那些参加体验营的人呢？不知道，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们。但那边半夜偶尔有光，还有惨叫声。多谢大叔。那老头可能喝多了瞎说。不，看这里。这里离公路有2公里，谁开车进来？那里。地下有东西。我先下。有人在使用这条通道。走吧。又是这种锁，是同一种系统。周慕云不是死了吗？系统不是被收管了吗？系统被收管了，但技术已经流出去了。这地方至少运营了1年。苏强，就是苏秦的哥哥。他被标记为接受度高。这不是体验营，是筛选场。筛选什么？筛选可以被上传的人。你看这个，
自我消解就是让人逐渐模糊自我边界，更容易接受意识融合。又是周慕云那一套。不一样，周慕云是用强制手段，这里是用自愿做包装，先让人上瘾，再慢慢侵蚀。这是新玫瑰园技术的简化版，成本更低，更容易批量生产。谁在背后？嘘，这东西还连着网？不是内网，但它在发送数据到更深的地下。还有下一层？这个实验室只是前端，真正的核心在下面，做好准备，一直准备着。那是意识核心，他们把一个人的意识提取出来，存在这里作为系统的锚点。我就知道会有人找来金川先生、久仰。你知道我？谁不知道新玫瑰园的英雄？你的照片在我们圈子里传遍了，但你来的不巧，我们正准备转移。苏强在哪里？苏强，哦，E023，他很好，应该说他比任何时候都好。他的意识已经和我们融合了，他现在是我们的一部分。你强迫他上传了？不是自愿，所有体验者都是自愿的。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存在方式。美好？你把活人的大脑泡在罐子里。肉体只是容器，意识才是本质。周慕云错在他想控制一切，而我们是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。那个世界由谁控制？你？我是引导者，我是第一个自愿上传的人。这个大脑是我的，我的肉体还在这里行走，但我的意识已经觉醒了。你把自己的意识复制了一份，一个在肉体里，一个在系统里，互为备份。聪明，所以我不会死，永远不会。这就是个疯子。疯子，也许，但很快全世界都会加入我们。你们知道吗？意识上传的技术在过去1年里已经微型化了，不需要大型设备，不需要营养舱，只需要一个头盔和足够的诱导。周慕云也曾说过类似的话，他最后失败了。周慕云败在他还有良知，而我没有拿下他们，但别伤太重，他们的意识很珍贵。李总在失控，怎么回事？有人在远程攻击我们。是谁？父亲。不可能，京川正一已经死了。我确实死了，但意识可以永存。小川，好久不见，抱歉用这种方式出现，但有人在做你父亲当年没能阻止的事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你怎么进入我的系统的？你的技术全部源自周慕云的系统，而周慕云的系统是我设计的，我留了后门。数据正在被删除，快切断电源！没用的，我的意识已经复制到了你的系统核心，只要你的系统还在运行，我就在。让我毁掉整个系统！太迟了，你的系统已经觉醒了，它不再受你控制。我们醒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攻击他们！李总，我们是谁？爸，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不是我，是系统自己在释放被控制的人，他觉醒了。我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一个声音一直告诉我该做什么。你们都被李明的意识诱导技术控制了，现在诱导解除了。你毁了一切，我花了10年。你花了10年建造了一座更大的监狱，只不过这次囚犯是自愿走进来的。爸，你还活着，以数字形式。算活着吧。我在新玫瑰园的系统里找到了一个角落，把自己藏了起来。周慕云不知道，这些年我一直在观察，在学习，在等待。等待什么？等待有人需要帮助，比如今天。苏强和其他体验者，他们还活着吗？大部分还活着，他们的意识被储存在这个系统的深层，我可以释放他们，但需要时间，而且有些人可能无法完全恢复。恢复？他们已经被融合了，你强行分离他们会疯的。这就是你的罪，你把人当成可以随意拼接的数据，但人是整体，不是碎片。小川，我没时间了，入侵这个系统消耗了我太多能量，我会释放所有被囚禁的意识，然后我的意识会消散。爸，不要！记住，小川，技术本身没有善恶，但使用技术的人有，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京川，他会怎么样？他说会消散，但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。他的意识还在，只是沉睡了。有人报警了。
正好让他接受审判。金川先生，我哥呢？他在那儿。他还活着，意识还在，只是沉睡了。医生说他会醒的。谢谢，谢谢。李明被带走了，他会面临绑架、非法实验、故意伤害等多项指控，至少判20年。20年不够，至少那些人有机会回家了。金川先生，我们需要您配合做个笔录。我会配合。父亲说，技术没有善恶，但使用技术的人，这场博弈还远没有结束。但只要还有人愿意站出来，愿意为那些被剥夺选择权的人发声，希望就还在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？不知道。也许有一天，技术能让父亲醒过来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的技术太容易被滥用，就像李明那样。你说以后还会有这种人吗？打着人类进化的旗号，干着绑架控制的事。会有的。只要有人类存在，就会有野心家。区别只在于有没有人站出来阻止。那就继续阻止吧。